们这一群三五好友，以前一定都是运动选手，可能都是打棒球的，那也有可能是田径选手，也有其他项目。那事实上，出了社会之后，我们就是想要有一个让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运动空间。垒球是一个最好项目，在原住民的部分，这也是一个有史以来大家最热衷的一个比赛。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家庭融入到球队，球队融入到家庭。一方面，我们能够有家庭和乐的时间；是另一方面，凝聚我们这一些桃园市都市的这些朋友的一个向心力、凝聚力，那让我们能够在比赛有更大的一个发挥。我们打垒球都知道，垒球就只有一个点。如何把这个点打到最好，就是专注。专注能够让我们在打击的时候发挥最好的一个内容。慢速垒球比赛守备方面相当注重于团队的合作，还有以及个人的机动能力。那平常的话，我们都是比赛带训的方式，以及跟一些前辈取经来分享一下在球场上面所有的经验，这样。一般都是在闲暇之余到打击练习场去打击，那不断在打击的过程中，顺便训练自己的专注度。那在假日去球场的时候，跟各球队比赛之余，能够看自己的练习的效果如何，以展现出自己最完美的表现。平常就是会上网去搜寻我们手背上面的影片，来充实自己，以及跟我们球场上面的神拜来取个经验，这样。那我们就会利用我们工作剩下的时间，来做一些手背的练习，这样子。此次的比赛是桃园市慢速垒球锦标赛的联盟杯。那在此也是邀请我们台湾各地的原乡的原住民的球队来共同来参与这一次的联盟杯比赛。那我们这次的联盟杯已经进行到了第8届，那一路走来也是相当的不容易。那我们从单数的球队现在已经演变成我们有即将举办的话是20支的球队的比赛程，那也欢迎各个原乡部落的球队一起来共襄盛举，一起来为我们原住民慢速垒球来共同努力，共同来加油。113年第8届联盟杯慢速垒球锦标赛，垒上英雄再现。各位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您收看由 Hot Sports 为您送上的113年桃园原住民联盟杯的超级慢速垒球锦标赛。今天是7月7号上午的比赛。这样在今天的比赛呢，在昨天已经打完了6号的预赛之后呢，今天将会决定8强最后的赛事，包括了上午进行的4强赛，以及下午进行的季军战以及冠军战。大家好，我是陈凯。在这场比赛，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了桃园市慢速垒球原住民协会的总干事陈俊轩。你好，轩哥啊，轩哥来今天来看这场比赛，是在所有的赛事在这2天的精彩赛事之后的幕后推手，我们现在把他请到目前过来，好看比赛。那当然，在昨天的比赛，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在目前的战况在推荐打完之后呢，就决定出了15场预赛之后呢，决定出了晋级。今天算是8强复赛到下午是决赛的8支队伍那在8支队伍里面呢，包括了在A 组的冠军北海，那 B 组的冠军原动力，那 C 组的冠军是荣隆建材，对 ，D 组则是韦恩，第1组呢是法尼斯，然后另外再选择有则5组里面3组战绩比较好的第2名呢，在也是晋级8强，包括了。排名第1的是择优1的是新北原住民协会，择优2的是暴吃，然后原住3的则是达鲁万。达鲁万昨天在晚上在最后场跟荣隆打得非常精彩到最后当然输赢都已经这算算看，大家应该都有机会进8强不过最后打得很精彩。对，那好的，那今天的上午先进行的第1场赛事我们在桃园青浦慢垒球场的进行的比赛就将会是
编号16地场地的 B 组的冠军原动力出战了大会赛之前的择优第3名的基隆达鲁万垒球队。好，那这两支队伍呢，其实昨天的比赛也都已经上到了我们的转播平台。对，那比赛的画面啊，其实昨天大家对这两支队伍呢，应该都有一定的实力，都有一定的了解。进入到8强的球队都一定有一定的实力啦。是，当然。昨天看的比赛结确实也是哈，大家打的比赛这个输赢一线间呐。但是真的到了，因为本来是15支球队嘛，现在到8支球队，基本上各队呢到第2名、第3名啊，其实都至少可以说在比赛中某一个阶段打出了好球。因为其实我相信球队的其实这些选手啊，过去都有底子啊，其实实力可能不止于此了。不过有的时候比赛就是那么几个球，或是那1、2局的大局哈，打出来了是要看临场的反应也是对，所以很重要。对，至少因为昨天是2场预赛，至少都有1胜啊。今天的进行的8强队伍至少都有1胜啊。的5支冠军队是2胜。本来我们赛前也跟总干事讨论过，是不是有可能有互咬的情况？哎呦，结果五组都没有互咬，没有互咬啊，就至少一定是2胜，然后1胜1败这样子打哈。现在两支球队也已经已经在场上列队了，比赛即将开始。今天同样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啊，不过礼拜天好天气好打球。从今天上午要进行的是4场比赛，4场的8强赛之后呢，之后面下午的比赛要进行的是最后的4强以及季军战跟冠军战的4场赛事。这场比赛将要由达鲁万先攻原动力，以及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原动力呢，先进行守备。对，那原动力排出来的投手还是之前的前2战的先发投手，背号61号的罗少军。上次总算也介绍过，这个罗少军过去也在3级棒球也是一路打上来。对，后来也有进入我们职棒服务过哈。对，然后后来退役之后就从事这个慢速垒球，也是一段时间了。我们投捕手都是啦。是，捕手我们的厉宏阳也是。对，这场比赛。厉宏阳没担任捕手，这场比赛的捕手呢是背号，今天看到的，捕手厉宏阳他今天的排在先发的攻守名单，他是排在3垒啦，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是可能现在帮他接几个球而已哈。今天排着的先发的捕手应该是背号58号的陆浩，不过看起来可能他就要对调，对，厉宏阳应该就要当捕手了，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的话哈，因为赛前的攻守名单里面。厉宏阳是排在3垒手的位置，好，那现在他如果来当捕手的话，对，他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位置怎么改。好，那另外在达鲁万这边的先发名单呢，第一棒就现在上到场打击的陈兆伟，比赛开始跟昨天一样，已经是3场比赛他都是担任第一棒打击。在昨天比赛里面，陈兆伟呢也发挥他的脚程。昨天很称职哈，今天也是一样哈，尽量这个开路先锋。今天这场比赛打赢就进4强，对，所以上午的4场的8强比赛都很关键，对，都很关键。挥棒打击出去右外野方向的飞球，但是见高不见远，被外野手接杀出局。今天的这打1棒就出局。接下来打击的是第2棒的林敬哲，今天的先发外野手。是。敬哲昨天好像没有特别放进先发名单。对，没错。因为昨天的第2棒好像是另外一位右打的。是。在昨天的比赛里面，就是他们今天其实先发棒次，像今天的先发里面，像赖志杰哈，也是没有，还有这个最后的刘彦文哈，我想大家。这个比赛业余的比赛，毕竟大家平常都是有工作，甚至有的可能礼拜6、礼拜天也有工作，对，也有工作，没错，所以不见得说2天都可以来打得满。然后这球中外野手飞球，但是见高不见远，但是落点很巧妙啊！哎呀，刚好掉在了中外野手前面，安打上垒。我刚刚之前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他这个球友们彼此询问阿丽娜有没有来啊？不是，这个是台语不行，应该要原住民讲啊，我不太会讲啊。说我家里面临时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或者说本来可能我只能请1天，所以这就是慢速垒球跟生活都融入在一起。是，对啊，我们虽然是已经找周6、周日，但是现在还是很多人周6、周日在工作。对，没错，有的工作是这个
比较是说，如果是假日才要找的，有服务业也好啦，也好，不一定哈，不一定。对啊，第3棒的朱一鸣挥棒打击出去，中外野方向的飞球，还是被接杀出局。一垒跑者向2垒跑，看看来不来得及。很safe， 好的，很积极的跑垒。对，虽然朱一鸣被接杀出局，但是好上到了2垒垒包得分圈，就看第4棒好许俊伟有没有办法把队友给送回来。那今天的比赛跟昨天的比赛的规则是不是一样？就是说比赛时间还是50分钟，对，还是50分钟，对，还是50分钟，8强赛还是50分钟，对，还是50分钟。好，许俊伟第一个球。那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会在8强比赛之后，4强还有辅助判决，是没错。那稍后再来跟大家介绍说，今天这个在慢速垒球部分哈，有没有比较常发生到的一些就是裁判的争议，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有辅助判，一定是有球队对判决有意见嘛，好，才希望有更好的这个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这一方的意见。对啊，哇，4个坏球保送，2个。出局之后呢，现在一垒上补上许俊伟，轮到打击的是第5棒的赖志杰。啊，就是提到今天这次比赛也加了比赛的转播啊，既然有转播有画面，那画面会说话。对，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哈啊，第一次这个赛会辅助判决来把它纳入到比赛当中，就给各位。参赛的选手有更多的怎么说呢？也算是保障嘛也好嘛，也都就是说更多的机会了哈。这个比赛虽然是以球会友，大家输赢还是要分清楚。对对对。然后赖世杰应该也打过甲组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有，对，有打过。昨天好像没有来，但是今天这个对，今天礼拜天哦，一来就排第5棒。好，可惜啊，这球没有。这球可以打吧？对，没有打。好。还是1、2垒有跑者，现在是应该是1、2垒有跑者，好，2人出局。这球比较平，挥棒拉出去，穿过了游击区方向，这个2垒跑者越过3垒，要直接往本垒来冲了，接传球回来，这个球还漏了，那么跑者继续往前走，其实还可以跑，没有，他说他可以先跑回来。原来在1垒的跑者也跑回来，因为他刚才是已经过2垒垒包，对，过2垒包，所以这个1垒的许俊伟啊，也一路也跑回来了，哇，这一棒出来就2分。回来的是第2棒的林敬哲跟第4棒的许俊伟，赖世杰这个算是一个安打，应该再加上一次传球的失误，对，失误，第一局就有一个2分的大局哦，是。轮到打击的是第6棒的柯俊贤，有打击出去，在哪里呢？一直飞，好像是界外，对，这抛也是很对，地方拉出去。不过我们昨天也看了比赛，就是这个power很够，但是其实界内界外还蛮重要的。对啊，如果棒球比赛你界外球你可以一直打到界内为止，对，或者挥不到为止。对。可是这个界外球不能一直挥啊。对，不能。2号球之后界外球它也是等同于3振。也是3振啊。我们赛事这个比赛的球成本有差距，不要开玩笑。就是说这个比赛要打哈啊，还是界外球也是一定要把球尽量拉到界内。好，这个球滚地球，3垒滚，手接到之后传向1垒。Auto 3出局结束了1局上半，阿鲁万队的进攻啊，虽然是打了6个人次，攻下了2分呢，目前是2-0领先了原动力。对，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第8届的联盟杯慢速垒球锦标赛啊！这场比赛目前进行到了1局下半，原动力队的进攻。那么目前达鲁万是已经以2-0领先了原动力。那在这个半局呢，我们请到了桃园市原住民族慢速垒球联盟的副理事长翁良章副座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次的赛会啊，联盟杯的比赛。我们今天每次看到有这么多人来打球啊，今天早上虽然太阳也很大，但我每次问理事长啊，或者是问之前总干事，就说好，这球先看到第一棒打击出去，打了一个飞球 safe。我们先来讲一下比赛情况啊，陈子恒的第一棒是安打上垒。大太阳总比下雨好，每次都这样讲，我们一定是这样子啊，但是原住民比较不会怕哦，真的哈，对，风雨无阻的。我每次说，他这个是不是原住民是比较不会担心下雨啊，什么样？我每次比赛，其实室外运动就是比较怕天气的情况去影响比赛了。当然，那今年当然在第一天的比赛是很顺利的，全部的进行了。是。那今天的比赛呢，一样是8强，而且一定是比昨天的是更紧张、更刺激啊。当然，张力会越来越大。多啊。那我们之前也看到，理事长之前有拍了自己下海拍一支宣传片啊，就来宣传这次的比赛。谈说这个比赛其实，您应该也不是第一次筹办了，就当然一开始在办这个比赛，因为这今年是第8届，是。那第一届还是2015年的时候的事情，是。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怎么样去找这么多队伍来，或者怎么样想法，就是桃园市这边的慢垒联盟哈，尤其是原住民的慢垒联盟，因为我们知道平常其实。以前应该也慢垒比赛也蛮多的啦哈，就是不见得是限定给原住民办，但是呢，就是要特别办一个给原住民的比赛啊，那时候的想法大概是怎么样子啊？当初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啦，因为有蛮多一些老前辈，是对，因为毕竟在2015年的时候嘛，那老前辈他们就是去跟一些地方的民代，就说我们原住民的，因为应该这样讲。当时就已经有全国原住民的比赛，是有全员民运，其实是应该是不止10年的啦。对，他超过了哈。他只是说在垒球这一块，桃园这边有没有原住民的部分？对，并没有一个说有专门为原住民弄了一个比赛，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大家就一起打嘛，跟就是一般的你说就是汉族啊，或什么，就是其实就是一起打这样子哈。对。那专门办这个原住比赛，因为后来因为有原住民族运动会的关系，觉得有机会大家也特别来一起办哈。那我知道这几年下来，不管是场地的数量，这几年应该也球队的数量、场地的数量，应该也都是慢慢成长。其实原住民的人有族人有这个数量，应该也变多了。其实还是有限的，还是有限，差不多是。对，他基本上他的成长是有成长，但是球队数还是有。对。球队是有球队成长，那参与的人口就差不多这样子。差不多是。好，现在场上的比赛呢，刚刚陆汉打出了2垒方向滚地球，双杀了一个啊，陆汉上1垒，少马死在2垒，陈子源上到了3垒垒包，那就是这个。像今天，因为我想10年前这边也是青埔嘛，10年前青埔应该也还没开发到，我们现在旁边看到都很多大厦豪宅。后来这个地方本来是听说学校预定地啊，把它变成了这个比赛的场地啊，这变成正式用的了。对，这边简玉勋又打了一个滚地球，再是一传，立了手传到2垒，再传1垒沙波 play 啊，这场比赛一开始其实就跟昨天的比赛一样啊，那要有足够的防守能力呢，才能够让比赛对方的攻势快速的化解。简玉勋昨天打出过昨天的在 A 场地唯一的一支场内全垒打哈，但这次呢很强劲，但是打到内野。好，那在1局的下半进攻呢无功而返，原动力暂时是0-2落后给达鲁万，留下了1、3垒的残垒。附近呢，如果要吃玩要吹冷气，也可以旁边这个也有这个华泰名品这个奥莱在旁边，这个然后比赛就在这边，所以说这个当然我们也看到这2天在外面啊，这个原住民的
朋友们就很可爱，就自己也各式各样的美食啊，也都一起都运过来。哎，这是一个，这是我们原住民最厉害的地方。对，就是说比赛在哪里，我们的大肠包小肠啊，这个烤肉就在哪里啊，这个。当然这很好，就有点像是我昨天就是跟总干事讲，有点像 festival 哈，就是我们在嘉年华一样这样的情况哈，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玩。好，现在轮到了是2局上半，在打击的是达鲁万24号的吕明，第一棒打出去，被接杀出局。吕明第一次打击，今天的捕手。2局一开始也是很快的一出局，接下来打击的是第8棒李宇翔，那投手还是罗少君，打击出去左外野方向的飞球落地，哎呀差一点点，那么左外野手又漏了一下。就过1垒，过2垒，还要再往3垒跑 ，stop， 哦，这个其实就看得出这一个球看出来外野守备的重要性啊，因为看起来本来就是一支安打，然后而且其实左外野手是已经到位了哈，其实人际基本上是到位啊，一个弹跳应该接起来，可是火车过山洞啊，那这样后下去就要再多掉2个垒包，没错，好，那现在李宇翔就站上了3垒垒包了。一开始，那是1人出局站上3垒。轮到打击的是第9棒的郑俊辉。郑俊辉今天打的是第9棒，然后守备位置是游击手，昨天也有很精彩的守备，现在有很好的得分圈机会，连续2个半局啊都已经站上得分圈。翁副座，您自己也打球吧2年没打了。哦，2年没打，其实要筹办，很多人到最后自己都没得机会打。是，接杀出局，好，3垒的跑者应该是够远了，传回来也很够快，但是呢，前面的李宇翔啊，还是靠着郑俊辉的高飞牺牲打，攻下了今天达鲁岸的第3分。达鲁岸现在1局得2分，2局已经得1分。当然，在这个出局数之后呢，也已经2人出局，垒上跑者清空。轮到打击的是第10棒柳彦文。背号66号，在今天比赛是担任2垒手。2人出局之后，没有其他的球员的话，就继续打啊，然后看看你们继续再上垒。这个比赛一方面要跟分数来竞争，要比队友分数多；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掌握时间。你在前年看到，如果有一连串打一个大局的话，哇，那个比赛4局不到就结束了，基本上就结束了。对，这是大局也是很恐怖的。一方面是，而且挥棒着右外野方向的飞球，但是右外野手已经就定位，把这个接杀出局。好的，3人出局结束了。2局的达鲁万的进攻，靠着一支3垒安打，一口气攻下了第3分，目前3-0领先的原动力。2局下半，原动力的反攻，目前原动力是0-3，好落后给达鲁万。
刚刚提到说这个比赛里面同时也有比赛时间的限制啊，在8强赛也是一样15分钟，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以前我们看其他的运动比赛啊，就是像橄榄球挥棒打击出去，左外野方向平飞安打，就是说你一方面你攻的时间越久，对方攻的时间就越少啊，这个时间是一定的啊。那你攻的久，一方面你得分，二方面呢你就是给对方更少的时间来反攻。那罗少军呢，今天是先发投手哈，在2局上来一开始是打出了一支平飞的安打上垒，展开了原动力第2波的攻势。上一个半局比较可惜啊，是被双杀解决了哈。接下来打击的是曾盛尔，又是一个滚地球，但是这个球被游球接到之后传2垒，好像都没杀到，2垒对，杀到了哈，2垒杀到，但是1垒上垒，我们再看一次，球漏掉了。郑菊辉是好球啊，又是一个反手接球，高级守备动作，有算是2垒有平安，他的脚在那个 OK， 好，裁判是给了奥斗，好，看起来就是接球第一时间好像不太确定啊，球是一定找到了，专门在垒包上，好，现在打击的是第7棒的厉弘洋，刚才罗少军呢就在2垒第一出局数哈，曾盛尔现在就上到了1垒。一出局1垒有人，厉弘洋打球右外野方向的球，平飞球安打，曾盛尔过了2垒，停在2垒垒包。厉弘洋打出了今天原动力队的第4支的安打，目前一出局又攻占上了1、2垒。同样打击的是第8棒的许哲维。现在又到了1棒，有机会拿1分甚至2分的机会了啊！这个传出去，右外方向平行安打，曾盛尔过了3垒之后，要往本垒跑吗？哇！本垒这时候要夹杀，还没过夹杀线，不过这球漏接了，漏到了左外野。那么曾盛尔跑回来，而且连后面1棒的厉弘洋也跑回来，哇！这就是刚刚你所讲的，谁在场上时间越久，就越多得分的机会。我只要他们跑来跑去啊，哇，真的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本来的2名跑者一开始看起来曾盛尔是来不及跑回来，但最后他得到第3分，然后后面厉弘洋也得了这1分啊，连得2分回来。这一传太远了，哇，这一传，然后包括左外野手也来不及接啊。那本来上2垒的厉弘洋也跑回来，那打者在这一波许哲维呢是趁着机会上到2垒。接到尤其接杀啊！许哲维这下一棒严华爱还好，许哲维没有走太远。那严华爱是打出了飞球，被出局，是第2出局数啊。2垒上还是有许哲维。这次的失误啊，一次失误损失惨重。接下来打击的是第10棒的陆浩。打出去，投手前滚地球，投手接到之后传向1垒刺杀出局，好的3人出局。陆浩死在1垒之前，2局下半原动力的进攻3人出局，不过在这个半局靠着2支的安打，那么再加上对手的一次传球失误，攻下了2分，目前追到了2比3。比赛达到了3局的上半，3局上半到
达鲁万这边的进攻，地面上的打击的是第11棒的投手高志学，挥棒打击出去，游击方向反手接起来，传向一垒，哎，没有接到，哇！这个嘛，这个是游击手哈，今天原动力的游击手这一球其实接的是漂亮了哈，少马其实很年轻，然后呢他传球出去的这个力道稍微轻了一点，所以在一垒前落地啊，没有接到球。3局的一开始，达鲁万进攻又是上到垒包，轮回打击第2轮的第1棒陈少伟的进攻，陈少伟第一次这样打击打了一个飞球出去。今天的比赛就不用算比数啊，也不用算得分，不用算得失进失分，反正就是赢球就对了哈。单淘汰的比赛就是要分数要比对方多，打进4强的话，这球挥棒打击出去，2垒方向的平飞球够扎实，把前面的高志学送上了2垒的垒包，那陈超伟自己跑上了1垒。同样打击的是第2棒的林敬哲。现在当然本来是3分领先，现在变成1分。刚才上次也问过球队啊，就说这一支基隆达鲁万啊，其实我是觉得球衣好有特色，就好像我们那种阿妈购物袋的那个颜色，应该是，但这个应该不是原住民独有的，就是没错啦，他们可能构想就是用这种服饰哈。然后再来，他们也是本来也很多选手是在桃园打球，然后后来这次在基隆这边，就是说来组织一支队伍，他们还除了绣达鲁万之外，还绣了一个安乐区的名字。是。昨天的比赛里面呢，他们是在分组是抢下了1胜1败啊。最后虽然是输给荣龙建材，但是还是能够进分组第2，能晋级。这球林敬哲挥棒打击出去，2垒方向滚地球，2垒手一个弹跳接起来，先传向2垒，哇！精彩！这个球虽然弹跳有一点点慢啊，所以呢2垒手接到，但是也不容易接的啦哈。这个球这个2垒手先接给游击，先传给游击，造成第1出局。那么林敬哲就看到这次乘传上到1垒包，轮到打击的是第3棒的朱义明，目前是1分的领先。1出局1、3垒有跑者，看有没有要趋前，好像还好。挥棒出去，中外野方的飞球够深远了，外野手接到球回传，应该没有问题。好，高志学跑回了靠着第3棒，朱一鸣的高飞牺牲打跑回本垒，攻下了这场比赛达鲁万的第4分。朱一鸣是完美达成了推进的效果不管怎么样，先把这1分拿下来，基本功课也完成。对。接下来打击的是许俊伟，挥棒拉出去，左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但是好在界外，就会接到吗？差一点点。垒上的跑者林敬哲现在还是在1垒，不过刚才他已经球飞出去的时候，他已经过2垒了。这个球是够深远的。当然，在这次比赛的场地规则是只要弹出场外如果在落地在界内弹出去就是 two base， 对 ，two base 给我们 two base。昨天比赛里面也看到很多球是弹到外野区，就一个弹跳会过这个矮墙，过矮墙之后就没办法去接球了，或者是掉到草丛里面去，都算 two base。挥棒打击出去，2垒方向滚地球接起来之后传向1垒，刺杀出局。3出局结束了3局上半，达鲁万进攻这个半局靠着1支安打跟1次失误呢，攻下了第3分，目前是攻下第4分，目前4-2领先了原动力。我们休息一下。
可是影响蛮大的哈。包括前面李宇翔的那一支3垒安打，其实也是一个隐形的失误了哈。然后在下半局，当然了，你要是说失误，达鲁安这边这个捕手去传3垒的一个爆传，传到左垒，这个比这个李宇翔那个还要更严重哈。好，留下比赛进行到了3局下半，原动力的进攻，留下打击的是第11棒的卓刘家伟。刘家伟前面2天也都是排在先发名单里面，也都打出了安打。好，现在已经是满球数了。3局的进攻，还是没有投出好球。高志学连投了3个坏球。3坏就保送啊，这是我们的比赛通，等于是跟前面的3局上一样啊，都是从第11棒开始进攻。现在先保送上垒，上了1垒，轮回打击的呢是第1棒的陈子恒，游击方向的稳定球穿了出去，变成一支安打。卓刘家伟过了2垒之后，继续往3垒跑，有机会吗？而且好像又漏球了，外野的球传不回来，卓刘家伟又回来，连陈子恒也跑回来了。我们的速度很快啊！对，刚好打到了我们现在转播席的死角地带哈。我们其实的第一时间，其实我们也觉得应该就是外野球落地，应该是有在落地。结果看到打者一直跑啊，跑者也一直跑啊，知道这球处理应该有一点状况哈。对，本来是因为过了游击之后呢，后面左外野也漏过去了，那这样漏就不止1个垒包哦。2个人都回来，这个一下子添了2分。4-4追成了平手了。现在，好，比赛真的是要重新开始了。轮到打击的是第2棒少马打了一个高飞球，见高不见远，3名守备员都过去，一出局。也有可能刚刚外野停在那边，可能是临时性的一个那个偏光了没有？对，我也觉得他好像一开始是不是？对。虽然说这个球不是高飞球，不过也有可能哈，就是第一时间没有注意到球的来向，因为游击手漏过去之后，他按照正常的守备观念，应该是直接过去再接的嘛。对，就是要补在游击跟3垒中间这个洞啊，守在那位置。可是他好像没有啊。好，这球滚地球，游击手接到之后传向1垒，直杀出局。陆汉呢也。刚刚这个球也没有打穿内野啊。刚刚前面一个球，可能我想。游击手郑俊辉有点觉得可惜，因为他自己搞不好第一时间有一点点呛死可以接，结果不但没接到，连外野手也没接到，那么一下子丢2分哦，这个影响很大。轮到打击，2人出局之后，轮到打击的是第4棒，前天打出了全垒打的简玉勋那只是没记错是直接飞出去，就是到我们那个不是到矮墙，是网直都飞出去了。是，哦，这个跑法真的很够。挥棒出去一个滚地球，2垒手停一下，漏一下，再传来不及。这心里面应该都有影响到了。对，刚刚说啊，这边简玉勋他其实这个球，因为是2垒其实距离1垒比较近啊，所以就觉得说漏一下应该还有机会。可是你看简玉勋的跑垒速度非常快，没错。哦，就是漏这一下就已经来不及了。哦，要北湖啊，好。2人出局之后，攻势再起，轮到打击的是第5棒的罗少军。这个时候要更换守备阵容啊！刚刚失误的2垒手就下场了。打入外的2垒手本来是柳彦文啊，但现在换上了罗一龙。比赛很快就做了攻守交代。那在这边的比赛，那看看等一下是不是他直接去接替第10棒的位置，还是在棒子上还要再有调动？不过现在就是先换上罗一龙来担任2垒手守备。守备能力还是很重要，真的觉得大家都很会打。没错，都很会打的时候，你像这样的强劲的滚地球啊，你这个接不好就出去就滚出去安打，甚至失误都跟耳包，接得好就变双杀。这时候一来一往谁的专注度比较够？对，或者说本来的技术这个等级啊，我觉得垒球要做双杀，因为球还是毕竟比较大颗，你要控球比较困难，跟棒球比起来的话。不过这些都已经是老球皮了啦。对啊，他们当时对他们俩都觉得他们都没差，对，打什么都一样。好，罗少军等到了保送。现在第3局下半还没有结束哦。不要觉得前面好像这个垒包被清光了，就
专注力就下来了。好，轮到打击的是第6棒的曾胜尔，两人出局，又站上了得分圈。大棒子一捞，左外野的飞球越过了防守球员，再继续飞，继续飞，还在界内，但是一定是一支长打。二垒的跑者，已经杰玉勋跑回了本垒。那么原来在一垒的罗少军上到了3垒，曾胜尔自己上到了2垒，这是一支长打。那么这一棒打回来又再添的1分，再加1分之后呢，现在是5-4了，逆转比数。这个半局已经拿到了3分，而且2、3垒还有跑者，是比赛真的是一下子接下来是刚打右外野的厉鸿洋。对，厉鸿洋前一个半局他在打，事实上，其实曼联因为一共有11棒所以你说要一局里面打完一轮不太容易了，因为你要打11个人这样，每一个人只有3个人出局数的机会。因为现在其实厉鸿洋2局打完了，3局就上来打了，现在已经是非常靠近。是，现在是2人出局，第2波的攻势现在也得了1分第一波前面靠着全垒打拿了2分，就挥棒出去右外野方向的飞球，右外野手后退接杀出局。好，那么留下了3垒的罗少军以及2垒的曾胜尔2个残垒，厉鸿洋打出了这个第3出局数。结束了3局下半，原动力队的反攻，不过这个半局原动力攻下了3分，一口气5-4超前的对手。是，今天比赛真的是炮声隆隆我觉得昨天觉得说曼联本来以前印象都是曼联可能应该是打击为主今天来看，但是其实昨天也有很多比赛是1-1 1-0或者是2-0或者是2-1，就是低比数的比赛仍然是存在的。如果选手的实力到一个程度的话，我守得很好我打击，除非你这是一棒捞出去，否则我那种很深远的外野飞球，我一样到外野可以接得到。没错，我内野的很强劲的球，我还可以做成双杀。其实守备能力真的，就以曼联来看就是大家都还是蛮重要，甚至可能比打击还要重要。因为他们以前都是真的专业，都真的选手。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看到说，选手的另外我个人觉得说投手的控球能力，因为一个保送等于一支安打嘛。你说你一下子曼联的看起来球慢慢高高，好像很好投，其实就算他们是棒球底，他们控球也不见得很好。投手这一块基本上还是要重新训练，要重新训练都是要重新再来，所以就真的很难讲现在打击，现在我轮到了第4局的上半，轮到打击的是达鲁万的第5棒。艾志杰就是说，其实就是他们队还是有底子，可是控球也不见得，有时候就是一阵子找不到感觉。投手这一块是比较难去训练的，对，所以他们自己要花时间下去做补充。还是要再练，因为小时候一定是没有玩过曼垒这种这是唯一跟过去大家看到棒垒球的比赛最大的差距投手的方式，使用的方式。你投手你2、3个保送再被夯一支一下子这个差距就拉开来了。没错，我觉得投手一方面是投手，这个球是好球，赖志杰可能请就是叫个暂停应该是你今天风也蛮大的今天没错，对，跟他们比起来，小龙卷风吹过投手丘，对，这样就是可能打者沙土再进眼睛里面去，再去2垒，这个抛出去，坏球。4局上半的进攻，那么今天的比赛是9点半准时开打所以按照50分钟进攻的话呢，就是大概在10点20分左右是主审会这个闹钟会响。最后一局，目前大概还剩下10分钟左右比赛时间。挥棒打击出去，左外野方向见高不见远的飞球，谁来接呢？结果左外野手来不及接，刚好在内野跟外野的交织地带，虽然没有打得够扎实，不过意外变成了落点巧妙的德州安打。可能跟刚刚状况也是一样。对，赖志杰好像眼睛上面还有沙子，可能刚那球也没看清楚就捞出去了。对，不过没关系，有上垒就好。好，因为现在达鲁万是1分的落后现在每一个打者进攻都很重要。轮到打击的是第6棒的柯俊贤。刚才又是提到了这个防守位置这个能力的问题，刚才看起来就是在左外野、中外野还有游击手中间，结果3个人都看了你看我看你，最后没有接到球。
不晓得他们3个有没有在喊声，就不知道有没有喊对。我们现场这边好像第一时间听不到，看起来可能真的是左外野或者是游击机会比较大一点。是啊，不过我们这边看到是中外野手，就要挥棒打出去3垒方向的滚地球，3垒手接到之后又漏了一下，不要传了，不要传了，那再传2垒也来不及，哇，3垒手的失误啊。赖志杰上2垒，然后柯俊贤上1垒，无人出局。现在1、2垒有跑者，这状况跟上局也很像哦。对啊。所以说今天感觉起来就是打击之外哈，那投手的防守的能力哈，防守能量啊，对守备第一时间的判断跟移位，甚至于是默契也好啦，刚刚默契哈都是问题。现在叫暂停。罗少军基本上是这个原动力的不动的投手，不过今天问题不在这里哈。好，那现在交代，厉洪洋本来是捕手，他本来开赛的时候应该是列是3垒啦，好，结果让58号的陆浩去守，然后呢，但是陆浩刚才这个球没有处理好，所以2个人再兑换过来，就跟原来其他欧打单一样哈，陆浩回来当捕手，啊，厉洪洋去当这个3垒手。同样打击的是第7棒的吕明，吕明1棒拉个非常扎实的飞球，落地变成了安打。1垒跑者到2垒，2垒跑者过3垒之后呢，糟糕，我觉得可以冲，结果犹豫，结果在3垒前被出局。3垒的出局数。抓了一个很重要的出局数啊！这一棒其实是安打啊，但是安打结果赖志杰过了，在3垒结果被刺杀出局。那柯俊贤还是上2垒了。可能他刚才在过3垒的时候，可能稍微滑了一下哈，然后刚好也回传就回来打击的是第8棒的李宇翔，攻势仍然存在哈，还是1、2垒的跑者，刚刚也是1、2垒的跑者。死了3垒的比较可惜啊，距离本垒最近的跑者是最珍贵的。没错。多了一个数据数，还是停在1、2垒。打击的是陈一伦，打出了类场内全垒打的李宇翔。这个球本来应该不会是场内全垒打，但是就是因为守备方面的失误啊，所以这个球打得很不扎实啊！投手接到传2垒，2垒再传1垒 safe。好，那2垒的跑者柯俊贤上3垒。然后1垒上2垒的出局，第2出局是吕明，李宇翔呢趁着这个传球上到了1垒的垒包，目前是2出局，攻占1、3垒。打陆完现在是落后的，有人打击是第9棒26号的郑俊辉，郑俊辉前面呢是打出了飞球被接杀，还是有机会啊。一直都保持在今天的比赛啊，怎么说？这个打陆碗有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就至少说他们每一局得分不多，可是1局得2分，2局1分，3局1分，4局现在也还有机会得分啊。局得分的话，这分数就不会少。这个到左外野方向的飞球就被游击手过去接杀，3人出局，留下了1、3垒的残垒。第1局没办法得分啊，留下了1垒跟3垒的2个残垒，这个半局没有得分，目前是4-5落后给原动力。看起来变成原动力的气势慢慢在起来。是，然后前面那个等于这个半局我觉得还蛮妙。你失误我也失误，是，你安打我也安打，但是我安打有得分啊，然后你这次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状况，但是刚才原动力啊，就是掉了3垒手之后，3垒手跟捕手对调啊，结果分数就气势就不一样了，分数就保住了哈，分数也保住了，保住分数以后呢，接下来就还是1分的领先。那一直跟大家说，这个半局打了大概5分钟左右，距离比赛的最后可能终止大概是距离大会的50分钟的时间，大概还有大概也是剩下5分钟了哈。看看主审去计时，以他身上的码表来做计时。是。原动力现在进攻4局的下半，4局下半这个还好，就是说现在是领先的一边啊，他们可以尽量多打一点时间啊。如果他们就可以直接打到50分钟的话，那打陆碗可能后攻吧。对，打陆碗可能没有时间反攻。我的意思说，这个半局如果他们的攻势攻的比较
比较就再来一个3、4个人的大局的话就不一样。轮到打击的是第8棒的许哲维，第一球拉出去中外野方向的平飞安打。以今天2次上来打击，许哲维都挥出了安打。说他们如果攻得够多不管得几分只要能够把比赛打到那个就是50分钟，那主审一裁定，因为他们是后攻，然后他们又领先，那比赛就直接结束了是。好，轮到打击的第背号37号的今天的外野手袁华爱。就看对打鲁万来讲呢，就是要赶快只有中外野方向飞球被接杀，好，那许哲维停在1垒。那打鲁万的目标就是赶快把这一半局结束，赶快结束，赶快删出局。删出局之后，那我才有机会打第5局。打第5局呢，虽然打了5局上，就一定要打5局下那就是也要让对方多光局，但是你至少有机会可以追回这1分10分。轮到打击的是第10棒的陆浩，这个球打到了本垒板，好球。第一个球就没打，投手投球的节奏有加快，有快对，所以现在真的是时间要快一点。对。像慢速垒球的话，如果落地弹跳可以打吗？不能打，基本上因为那已经是坏球了。对，但是你可以不要打坏球嘛。你一挥击，裁判就会判你就是换好球。对，好，当然你可以这样打。好，就中外野飞球一直退，接杀出局。好，陆浩打出了非常深远的飞球，但是2出局。出局之后，第11棒自由守备员应该是不用守备，指定打击着刘家伟。那原来一开始打出安打的许哲维还是在1垒就挥棒打击出去，大棒子，但是也是见高不见远，还是很深远，但是连续3个外野飞球出局，3人出局结束了4局下半原动力的进攻，留下了1垒许哲维的残垒。那么这个半局也没有得分，目前是5-4原动力还是1分领先了基隆打鲁万。就说这局攻得够快只有4个人打完，4个人次打完，那就表示要打第5局了。是。那当然也是应该就是第5局要1局而已的啦，应该就是1局而已。这个半局，接下来我觉得原动力应该也是会把节奏加快，因为让他们赶快打一打，把这一局结束掉。对，因为应该时间也是快到了嘛。时间快到，但是因为就要打完，只要有5局上，就一定要5局下。那对原动力来讲的话，他们的节奏。他们是拖好还是不拖好呢？我要想一下，好像都差不多因为拖让对方打的时间越久，然后这个对方可能进攻什么，我的意思说应该还是要让他打啦，因为一定是要让他打，然后好好的守，但是就是不会让他拖了就是不要拖就这应该是正常的来进攻就好了好，现在打到了联盟杯的8强半准决赛，打鲁万对上原动力多元家族，进行比赛接近尾声，第5局这一场8强赛事的最后1局，轮到打击的第2场打击的是刚才带这个上来守备的换上柳彦文的罗一龙，第一球打击出去，打到了3垒方向，4杀出局。如果上半局打鲁万不能得到1分的话，比赛就结束了，是比赛结束了。现在已经1出局，高一龙没有上垒。轮到打击的是第11棒，也换代打了，再换代打。代打背号35号的牛凯业，牛凯业昨天是主力先发，但今天到现在才来代打。那原来的投手高浩学先下场，等一下看看会在如果还有下半局，看他在会不会上来投，还可以再换上来，没有关系。好，牛凯业挥棒打出去，哇，左野方向的强劲的平飞球。对，这个蛮强劲。果然会打。好，一出局之后呢，攻势再起因为只有1分的差距是真的，只要有上垒就有机会。没错。打鲁万的打击应该轮回到了第3轮的第1棒陈少伟，这个球非常强劲。陈少伟应该刚刚也是有安打，对，一直靠近中外野嘛，对，中右外野嘛，对，2垒方向或者是2垒手后方的一支安打上垒，他脚程又够快是。这个时候或许打鲁万也可以考虑再换代跑，我要看现在情况，看看他们今天觉得对牛凯业的脚程他们有没有信心。
这球挥棒打击出去，一垒方向滚进球，一垒接到球之后，先传向二垒，刺杀出局。反应还蛮快的。对，这一球哦，直接是1传4，把牛凯业啊封杀在二垒之前。那陈少伟当然是回到就是上垒了，不过现在就已经2人出局了哈，维持原状。还是一样多了一个数据数，还是停留在一垒。荣耀打击的是第2棒的林敬哲，林哲今天前面也有一支安打，那现在因为是只差1分，但是还在一垒，还没到得分圈，这球挥棒打击出去，二垒方向滚地球，二垒手一个弹跳接起来之后抛向一垒，刺杀出局，3人出局，结束了5局上半，达洛安进攻留下了一垒的残垒，也没有得分。那么的比赛呢，在上半局已经打完了，但是现在的比赛时间还没有哈，大会还没有宣布到50分钟，所以应该比赛还要继续进行。不过我想因为下半局应该只剩下2-3分钟的时间哦，应该在打完，应该可能随时比赛就会 call game 了。对，因为这个半局，那当然打乱就赶快上来哈。如果真的还有那几分钟的话，那主审比了一个手势，应该只剩3分钟了哈。3分钟的话，那就不用打了哈。这边也是很有运动精神啊，这真的不用打，因为你除非是要打3分钟，赶快敲3个球，然后再让打第6局啊。但是看起来是没有哈，所以就打乱现在一度是上去准备守备，不过呢，刚刚也是跟袁仲立这边示意应该就 call game 了。时间到了。因为时间应该还没有到，因为现在到了。对，现在这个闹钟响了。当然以这个时间啦，但那只能说刚才其实达鲁安攻的太进攻确实是一开始是没有足够的机会留下了一个残垒然后林敬哲最后第3出局数。好的，那么达鲁安呢也不错了哈，第一年算成军的新队伍呢就可以打到了8强其实也是这个1分的差距了，4比5，1分的差距哈。好，那么在今天的在今年的原住民慢速垒球联盟杯的比赛第一支晋级4强的队伍出炉了，也就是由 B 组的冠军原动力多元运动家族以5比4击败了达鲁安，晋级了4强的准决赛。准决赛打完之后呢，稍后我们要稍后一会儿呢，我们在等待大会编号第17场，下一场比赛将会是1组的冠军法尼斯对上的是暴吃这场另外一场的分组的8强的半准决赛。那么这场比赛我们也很感谢原住民慢速垒球联盟的副理事长龚良昌龚副理事长呢来跟我们一起欣赏今天这场的比赛。我是陈凯，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待会再进行下一场的8强半准决赛。